接下来的影片十分的诡异，大家先看看吧，然后我再来给大家解释。请注意，这可不是有人溺水了，水里的其实是一只鳄鱼。这么一说，是不是感到脊背发凉呢？因为无论怎么看都像是有人溺水了。如果你冒险下水去救他，你会发现你已经变成食物了。这起事件发生在印度尼西亚，有人猜测这些鳄鱼很聪明，他们从人类那里学会了假装溺水的技能来捕获人类。想想都有些后怕啊。在2024年的5月12日，一位叫做维托尔的先生在 Reddit 上发布了自家的监控录像。据他说，当天下午5点钟左右，他和妻子正在家中的2楼看电视，但是他手机上的监控 App 却发来了一段有人闯入的消息。维托尔先生说，这个人影出现的位置是厨房，他去检查了，但是没有任何的收获。一位叫做布里的女士最近购买了一套新房子，他们一家人很快就住了进去。她的儿子也很开心，拿着妈妈的手机四处拍照录像。后来布里女士在翻看手机的时候，却发现了一段令她震惊的画面。有看到什么了吗？在走廊的位置，那里出现了一个小孩的身影。布里女士说，那不是她儿子的影子。布里女士也很想知道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接下来的影片可能只有养过狗的人才会懂。狗狗在把飞盘捡回来的路上，突然有了争抢的动作。如果你跟狗玩过拔河游戏的话，你就会明白狗的这个动作，就应该知道它在表达什么。在这个期间，应该是有某种我们看不到的东西在跟狗争抢飞盘，但也有人猜测是这只狗很想玩拔河游戏，是在给主人提示。你认为哪种猜测更准确呢？一位先生说，那天晚上他在遛狗的时候看到了奇怪的东西，并且还把它给录制了下来。说真的，这真的很像是幽灵啊。把画面静止，我们能看到一个大概的轮廓，没有脚，只有一个身体漂浮在空中。他迅速躲到了树后，但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拍摄者有没有去检查就不得而知了，但是大概能猜到，他应该是直接离开了这个地方。在2022年5月的一天晚上，南卡罗来纳州的一位屋主遇到了一件十分恐怖的事情。据他说，当晚11点左右，他在家旁边的湖泊里钓鱼，随后他听见森林里传来了巨大的声音，他赶过去看，而这一幕就这样发生了。I've never seen anything like it in my life.
This is the second time I've come over here. And the first time when I got up under them trying to figure out what it was, they started breaking limbs off and throwing them at me. And I still cannot figure out what it is. Look, they're ruining this freaking place. What in God's name is it? It's bigger than me, whatever it is. Because it's breaking limbs off that it would take me 2 minutes to saw. Look, see, he's coming right above me right here. He's fixing to throw something at me, whatever it is. Yeah, they don't like you messing with them. Look. What in God's name is going on? Look, that's bigger than me. Look at that, 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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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ok at that. What in Jesus' name is doing this? Oh my God, he just took half the tree down. Something, oh my God, oh my God. Oh, it's gotta be I don't even think a bear would have a chance in Hades and it doing this. It's something stronger than a bear. And he is pissed. Yeah, that's a healthy tree. About 8 to 10, maybe even 12 inches in diameter that he just broke because he's pissed because I'm getting close to him. I think I'm gonna bounce because I think he just hit the ground, which means he's about to face me on foot. And I don't really want to wrestle with somebody that can tear trees down. Just because they're mad. My God, look at the tree he just freaking broke in half. 一开始的时候，我还以为是一只猴子在树上，但看完影片以后，我完全懵了。这肯定不是猴子，难道是大猩猩？也是有可能的，因为南卡罗来纳州本来就有大猩猩。但有很多大脚怪的爱好者认为，这一定是大脚怪干的。影片是由一位屋主家门前的监控拍摄的，我们先来看看他拍到了什么吧。这位上传者声称，这个孩子他认识，是他邻居家的孩子，但是孩子身后跟着的那个雾气一样的东西，他可就不认识了。这到底是什么呢？1990年，这家诊所的负责人松尾先生的女儿在楼梯上因为失足而失去了生命。这一惨剧让松尾先生心碎不已，他毅然关上了诊所的大门。然而从那一刻起，这座曾经治愈无数病患的地方开始弥漫着诡异的气息。从1990年到2015年，这家诊所大部分的时间都处于废弃状态。房东松尾先生独自居住在主卧，但他却频繁遭遇闹鬼事件。无法忍受的他邀请了目黑先生前来拍摄，希望他揭开背后潜藏的恐怖真相。目黑先生在抵达了现场以后，就开始布置摄像机。此时的时间已经来到了深夜，目黑先生准备先睡一会儿。
放。放。在这里呢，要讲述另外一件不为人知的故事。孙伟先生的女儿才子当时为什么会从楼梯上摔下来？当时的才子交往了一个男朋友，他叫洪仁，而洪仁的身份也不仅仅是才子的男朋友，同时他也是医院里的医生，他住在诊所的2楼休息区里。那天正是因为才子去找洪仁，在下楼的时候发生了惨案，而失去爱人的洪仁也失去了活下去的希望，他在诊所里自杀了。接连而至的惨剧让松尾先生心碎不已，其实这才是松尾先生真正关闭诊所的原因。目前木黑先生已经调查完了这栋房产，事后他就把记录的资料传给了松尾先生，然后就离开了这里。可有趣的是，在2023年的6月，木黑先生接到了一个陌生人的电话，打电话的是现任房主。原来松尾先生此时已经去世了，现任的房主请求木黑先生去家里整理一些东西。据他说，家里有一些他无法处理的祭祀仪式。莫黑先生为了研究这里的秘密，他打算在这里再住上一晚。
墨黑检查了异动发生的位置，那里有一张照片，照片的人物是松尾先生。但是墨黑还发现了一处奇怪的地方。看来松尾先生的死并没有这么简单，他为自己的女儿和未过门的女婿，竟然把自己的生命献给了某个邪神，只为了求他们下辈子能在一起。这值得吗？因为根本就没有下辈子啊。好吧，恐怖的时间总是短暂的，我们的节目就在这里跟大家说再见了。这里是飞鸿禁地，如果你喜欢这个频道，请点击订阅，打开小铃铛，让我们在以后的日子里一起探索这个未知的世界。黎明将至，我们午夜再见。